天下归一，筑长城，镇九州龙脉。朕以始皇帝之名在此立誓，朕在，当守土开疆，扫平四夷，定我九州永世不衰。朕亡，此事亦将身化龙魂，天地共鉴，仙魔鬼神共听之。九龙卫何在？九枚信物中各有一脉传承，用以开启九州龙脉。朕要尔等自即刻起，带着9件信物，分别前往九州大地，世代守护。若有四方宵小敢觊觎九州龙脉，斩！谨遵陛下法旨，臣等必以命相守。徐福何在？臣在。朕命你前往海外，寻求长生不老药。出海？你有异议？臣不敢，臣领法旨。起风了。臭小子，又睡在棺材上，不敬王者！我赶尸一脉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一个不守规矩的混球？今天直接抽死你，也省得你日后遭天谴。等等，老头，停手！别打呀！别跑！别跑！嘿，爷爷，停下！小女楚楚，求2位赶尸人帮我楚家收尸。树的气息。抱歉，混账小子！楚楚姑娘，发生什么事了？楚楚姑娘，你别急，将事情缘由慢慢道来。我前天从外地回家，一进门就看到家里的几位长辈们，都成了这个样子。我找遍了湘西有名的风水先生，他们都看不出死因，只说赶尸人可能会有办法。现在我楚家叔伯们都认为这是不祥的事，不让我几位至亲入楚家祠堂安葬，我实在走投无路了，来求2位帮忙。楚家在湘西是数1数2的望族，家大业大，莫不是招惹了什么仇家寻仇？寻常仇家可没这等通天的阴毒手段，先炼形，后炼神，以血化气，尸解成仙。这是活人养尸术。你说什么？活人养尸术？南星，你确定？这邪术早在2000年前就失传了，怎么可能重现于世？错不了。尸身精血被尽数炼干，3魂7魄却被死死锁在躯壳里，永世不得超生。这就是活人养尸术。什么是活人养尸术？能解吗？一种古老且神秘的术，非我赶尸一脉的人不可说。这术只有仲夏3天内可解。我楚家在乡下安分经营几十年，与人为善，到底是谁要下此狠手？不知，但我知道这3具尸体得烧了。他们怨气积深，又连日沾染生人气息，随时可能尸变。一旦尸变，第一个反噬的就是你这个血脉至亲。不行，绝对不能烧！他们是我的爷爷、父亲和哥哥，我若不能保他们全尸入土为安，我就是楚家的不孝女。先生，若是你的亲人惨死在此，你会忍心将他们一把火烧了吗？会。臭小子，我们赶尸一脉立身之本就是全尸归乡，入土为安，你忘了规矩吗？情况特殊，本该特殊对待。行了，你就帮楚姑娘把尸体送回楚家入殓，顺便也该去会会
这失传了2000年的活人养尸术究竟是个什么来路？多谢先生，多谢先生！若能查明真相，为我楚家报仇，小女愿倾尽家产相报。走一趟楚家可以，路上全听我的。楚楚全听先生吩咐。活人养尸术，此术只记载在我赶尸一脉的上古秘卷之中。除了本门传人，世间懂得此术的，唯有2000年前的那位术士。难不成是他的传人重现于世了？这世道怕是真的要乱了。南星这孩子的赶尸天赋异禀，却素来不守规矩。此去楚家，说不定凶险万千，我须得给他多做一手准备。南星，你过来一下。老头又怎么了？好东西，老头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藏着积灰，真是暴殄天物。臭小子，你懂什么？你从小就叛逆，我赶尸一脉的规矩被你坏了七七八八。我们这行本是积阴德的路子，你倒好，素来对那些画江的死尸不敬。我平日里打你骂你，说到底还是想让你平平安安活下去。这柄桃木剑是祖师爷传下来的，由万年雷击木制成，能镇千年邪祟，比你那柄破木头管用100倍。还有这本古卷，记载了我们赶尸一母最大的秘密，我现在将它们传给你。这么正式，还算你懂事。若不正式，不太合适。这还差不多。向老先生，准备出发了吗？天雷隐隐，地雷惶惶，五雷号令，震煞除殃。王者守行，莫动莫狂，随吾归乡，不得相妨。向老先生，他这是在做什么？这是我赶尸一脉的镇江防煞咒，就算这几具尸体突然异变，有这道咒法在，也能稳稳控住，出不了乱子。三师听吾令，起！子时已到，出发。走荒山，月照明，灵符一道引魂行。逢山自有山神应，遇水还有水活迎。千里归乡终有定，一城一步到门庭。你大晚上的上人家屋顶干什么？站得高，看得远。夜走荒村户莫开，生人回避莫前来。灵符一道清障碍，阴魂千里赴泉台。嘘。前面那个打更的，挡路者祸，让路者安。退！有采花贼，大家关紧门窗！我是采花贼，真是没品的家伙。不可以，这是大不敬啊！桥神让路，水府开江，灵符告下，王者渡江，前无阻碍，后无灾殃。自己找个浅的地方过来。
楚小姐，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需要我做什么吗？你趁着白天先回楚家，让家里人把棺材和丧葬用品都备好。对了，在你家大宅门口挂一盏白灯笼，越高越好，当引魂灯。我今晚会把尸体带到门外。好，我记下了。那交接的时候有什么规矩忌讳吗？不想死得快的话，你们都可以出来迎接。我这就回去准备。不行，我坚决不同意。大伯，那可是我父兄和爷爷，怎么就不能葬入楚家祠堂？他们身染不祥，你想要害死我们吗？二伯，爷爷他们也是你的家人，你会同意的，对吧？哼，楚楚，他们虽然是我的家人，但我也得为了大局着想，不能让更多楚家人因此受难吧。姑姑，楚家能有今天，全是爷爷和我父亲执掌楚家才打拼出来的。现在他们被歹人所害，你们连祖祠都不让他们进，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大胆！你不过是楚家小辈，如今我才是楚家的掌权人，你敢质问我？信不信我连你一起赶出楚家？就是，他们死就死了，难不成死了还不想让我们安生不成？要我说啊，这不想找的都是三哥这一脉的，谁知道楚楚这死丫头会不会也染上了？趁早把她也赶出去，省得污了我楚家的风水。秀英说的有理，来人，将她赶出去！走，快走！不管如何，我已经请了赶尸人前来，我一定要让父兄和爷爷入葬祖祠。我也告诉你，今晚不管是其他人也好，赶尸人也罢，有我在，你们就休想踏进楚家半步。魂兮归来，故土安息。千里奔波，终到家乡，家门已起，魂归庭堂。吟诗的人还挺多，看来都不怕死啊！哼，吟诗，今天这几句诗，怕是进不了楚家了。哦，看来不是吟诗，是句诗。向先生，对不起，请再给我一点时间处理下家事。你还有半个时辰。日出前入不了关，那就是永世的孤魂野鬼。楚楚，我劝你还是趁着天没亮，在野外挖个小土坑，还来得及埋。我今天一定要在楚家办这个葬礼。楚楚，这就是你找的赶尸人，你受伤了。他躲在那里，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下。我不管你们对我怎么样，把我赶出楚家也好，想要掌权也罢，我只是不想父兄和爷爷为了楚家打拼了一辈子，到头来却入不了楚家的祖祠。佛蒸一炷香，人活一口气。咽不下这口气的诗，入了关也入不了轮回。红妈你好美，红妈你不要美好。
他想找死，就成全他，打死他！别过来！爸，我是你女儿啊，你别杀我啊！快来人，快把他们都打死！人在做，天在看，连爷爷都看不下去你们的所作所为，要来取你们的性命。死丫头，快把他们赶走，不然你永远别想再进楚家大门一步。人死不还家，这口气可咽不下去。让我父兄和爷爷进楚家入葬。大哥，你快同意呀！我不想死，几个死人而已，让他们进又怎么样？我同意了。亡者归乡，家属皆尸。一群废物，还不快去布置灵堂！筑长城以镇九州龙脉，身亡亦将身化龙魂，佑九州不衰。当真是大丈夫，可惜未能一睹老祖宗的风采。没想到祖师爷的赶尸古卷中竟记载着九龙卫世代守护九州龙脉的信物。我赶尸一脉相传的信物是……向先生，你在吗？谁？向先生，求你帮我查查，到底是谁用那阴毒的术法害我至亲？我一定要给死去的长辈报仇。养尸术以地脉阴气为引，阴气最盛的地方最适合养尸。楚家阴气最盛的地方是祠堂。那就去看看吧。头顶三青，脚踏七星，身披北斗，腰挎长针，的确是个不错的宝地。这是楚家当年找堪舆师傅来定的宝地，多年来让我楚家在湘西混迹得风生水起。可惜了，格局被改，如今已经是头选刀，魁星爻，鬼无门，活死人。好好的风水宝地，成了活人养尸地。向先生，你的意思是说，我父兄和爷爷的变故跟祠堂有关？那悬着的刀是谁挂的？是我大伯楚天雄，他说找了专门的风水师傅看了，挂上去会让楚家金气满堂。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阴险，如今想来，我父兄和爷爷的死，恐怕跟他也脱不了干系。这刀只是引子，真正的根源在里面。那我们进去。你们为什么拦我？楚楚小姐，大爷有命，任何人想要进楚家祠堂，需有大爷的手令。又是楚天雄，让开！我要进去查清真相。楚楚小姐，没有大爷的手令，我们实在不敢让您进去，不然
我们会被打死的。好浓的湿气，要来不及了。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踹祖祠大门！你有10条命都不够赔罪，这就去禀告大爷。大爷的，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大爷的，那是什么东西？诈尸了！快跑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尸变，帮我拿一下。灵符镇尸，亡魂安后，3魂不动，7魄不走。镇。向先生，这里面冷得像冰窖一样，还有这些棺材怎么突然会动？你踩到养尸术的阵眼了。向先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踩上去会不会？不会死，还好，会变活尸。向先生，你这是在做什么？找人太麻烦，不如顺着阵法去会会这幕后的阴阳术士。隔空斗法，还不算太笨。这法阵真的能抓到幕后凶手吗？会不会有危险？活人养尸术是双向的，他靠你们楚家的血脉炼尸，我就能顺着这道血脉，反过来破了他的术法，甚至能直接伤了他的本源。只要这法阵一成，他就算躲在天涯海角，也躲不过反噬。现在需要借你点血用用。够吗？不够我再放。1滴就够了。反正都要死，那就多来点，争取直接带走那个幕后的东瀛阴阳师，那样我也算参与报仇了。有点想法。沉舟浮起，断却阴灵，养尸地脉，自此消天。3魂离骨，7魄归明，尸身化土，邪煞无形，急急如律令。居然有人能破了我的养尸术！不过，活人养尸术可是传承于那位大人的阴阳术，事关那位大人的大计划，在掌控楚家这件事上，绝对不能有误。阵成了吗？起阵。
简直是胡闹！楚楚，你疯了！竟然带着一个外人在楚家祠堂里胡作非为！这里是供奉先祖的地方，画这些鬼画符是什么居心？苏叔公，你们误会了，这是反制的法阵，是要救我们楚家。害死我父兄和爷爷的凶手还没抓到，这术法还没完全破除，我们所有人都还在危险之中。危险？我看最大的危险就是你带回来的这个赶尸人。我们楚家的事，轮不到一个赶尸的外人来管。向先生是在帮我们。帮？我看是想害我们楚家断子绝孙。把这个赶尸人的东西都丢出去烧了，谁敢动祠堂里的一砖一瓦，我就打断谁的腿！楚楚，我们好心让你父兄进楚家祠堂，你却在背地里搞这种祸害楚家的勾当，真是寒了我们这些长辈的心呐！楚天雄，你少在这假惺惺！楚楚，我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了楚家，可你却不识好歹，让一个赶尸人坏我楚家风水！不要！自作孽不可活！怎么回事？你们在搞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我的脚动不了了！怎么可能？说好只针对老三一家的，我怎么可能会中术？救救我！救救我！呵呵，能破我养尸术，想来你就是九龙卫其中一脉，有意思，省得我们去找了。东瀛的阴阳术士，你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救救我！袁大人，我们说好的，我帮你们把那老头子和楚天成弄死，你们扶持我当家主，我已经做到了，我有用，我还有用，救我！楚天雄，你个畜生！家主和天成竟然是被你害死的！通敌卖祖，害我父兄和爷爷，楚天雄，你不得好死！救你，楚天雄！我本来想借你们楚家在湘西的势力，找出那九龙卫的此脉后人，但我现在找到了，你这个废物的价值自然也就到此为止了。不，我楚家还有钱，我可以花钱买命。杀了你们，楚家的财产不照样是我的？与其让你活着浪费空气，不如化作傀儡，也算物尽其用。看来你们这帮东瀛阴阳术士图谋的不只是楚家。赶尸人，事到如今，也没必要藏着掖着了。九州大地气运昌荣，沃野千里，却被你们这群内斗不休的酒囊饭袋占据，简直是暴占天物。此间天地，唯有我东瀛人杰才配居之。一群住在弹丸之地的倭奴，2000年来见我九州如见真龙，畏之如虎。如今这胆子，是谁给你们的？哼！当年秦皇横扫六国，号令九州，确实神威盖世。他活着，我们只能俯首；他死了，化作龙魂镇守，我们依旧不敢造次。可如今，他缔造的大一统王朝早已崩灭，连他自己都消散在历史长河里了。现在，还有谁能阻我东瀛入主九州？说了半天，原来是觉得老祖宗不在了，你们又行了。那就试试。废物！
天地自然，晦气分散，去。不愧是九龙卫的此脉后人，有点本事，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向南星，这力量，这种气息，不是阴阳术，也不是普通的诅咒。有种凝练千年之久的古老力量。赶尸人，交出你那一蛮传承的信物，我饶你不死。贼子当道，九州威王，那可真是不顺我心啊！不可能，这是那位大人赐下的宝物，怎么会感到恐惧？你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不！竟然能隔空斩灭我的分神，还毁了大人赐下的法器。湘西赶尸人的实力远超其他九龙卫传人，此事重大，必须立刻跟大人禀告。先生，向先生救命啊！之前是我们有眼无珠，是我们蠢，求您大发慈悲救救我们！您要多少钱我们都给，楚家所有家产都给您。大师救命！我是被楚天雄蒙蔽了，之前都是无心的，求您救救我！求大师救救我们吧！你要做什么，我们都愿意。救你们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您说，别说一个，100个我们都答应。从今天起，楚家家主的位置换他来做。你们谁赞成，谁反对？我同意，我们100个同意。楚当家主，我们心服口服。同意，我们你们每个人立刻去取来和自己属相相同的活物鲜血，记住，要活的，我要用它们以血换血，换回你们的命。好，我们现在就去抓。向先生，我属龙，可龙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这世上我去哪里找龙血？虚无缥缈，不代表没有。天地玄宗，万气本根，借无之血，破入邪分。是。
先生，他们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我一点事都没有？这就是我说的副作用。以兽血换人参阳气，事后会短暂染上对应动物的习性，何时能退去，全看个人造化。至于你嘛，你的命是用我的血脉换的，自然不会有这些毛病。向先生，你救了我，救了整个楚家，此等大恩我无以为报，我唯有以身相许，一辈子伺候你，报答你的恩情。大柱，在我眼里，美人是红粉骷髅，我一个人逍遥自在惯了。你没事吧？既然如此，那请先生收我为徒，我想成为一名赶尸人。你想当赶尸人？你知不知道我赶尸一脉的规矩，向来是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你一个外姓女子，我知道规矩难破，可我是真心想学。我已经家破人亡，钱财对我来说早已是身外之物，我只想学一身本事，以后再遇到是这种阴邪之事，不用再像之前一样，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惨死，自己却无能为力。我从小就不喜欢这些老祖宗定的死规矩，他们不传女，我偏传；他们不传外，我也偏传。你真的愿意收我为徒？先别高兴得太早，想成为我的徒弟，必须得经过赶尸人的考验，可不是磕个头就能算数的。先生尽管考验，不管是什么考验，我都能过。上刀山下火海，我绝无半分退缩。正常赶尸的3道考验，无非就是那老3样：第一是胆量关，第2是体力关，第3是心智关。但我刚才也说了，那些是正常赶尸人的规矩，我收徒的规矩就一条，要有品味。师傅，我就觉得只有师傅你这样有格调的，才是真有品。拍马屁的话就别讲。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当赶尸人？为了报仇雪恨，守护家国大义。太假。为了学得一身本领，不让阴邪之辈为祸人间。太空。因为赶尸人帅，孺子可教。徒儿，还不正式拜师？师傅，请喝茶。师傅，这次的幕后黑手是东瀛阴阳术士，这口气不能就这么咽下去。我已经打听到，过几日城里有一场拍卖会，有东瀛人会出席，其中就有那个袁氏家族的人。我猜测，他们应该是为了金蚕遗退而来。金蚕遗退，金蚕蛊。镇守九州龙脉的九枚信物之一，倒是可以去看看。那我来安排。师傅，这拍卖城3年才开一届，搜罗的都是九州的奇珍和玄门法器。你要是有看中的，就跟徒儿说。楚家贵客临门，2位2楼请，那是专门预留的贵宾席。师傅，你在看那个戴斗篷的人吗？徒儿，为师今日教你怎么旺气。旺气？那不是风水师看坟地和宅子的本事吗？肤浅，他们观的是地脉之气，我们赶尸一脉观的是生灵之气。人有人气，尸有尸气，但有一种人半生半死，阴气萦绕而不散，寿命基本不长。师傅是说对面那帮东瀛人，那怎么才能辨认出来？阴阳有序，法眼开。那是跟我在自家祠堂见到的黑气一模一样。
不自量力。赶尸人，师傅，刚才那黑气差点冲到我眼睛里。不错，天赋还可以，第一次开法眼就能看穿这种层次的阴阳术。还是师傅教的好，你那一袖子简直帅呆了。不过师傅，这金蚕一退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值得东瀛人这么兴师动众？金蚕千年一退，这一退是承载金蚕蛊的唯一容器，而金蚕蛊是南疆圣物，一旦离开宿主，一炷香内便会魂飞魄散。除了南疆圣女专修的一种御蛊术，普通人想承载它，只会被吸干精血，爆体而亡。这么邪门儿，那东瀛人抢这玩意儿是想自己扬国？不知。诸位，久等了！湘西拍卖城3年1届的拍卖盛会正式开始。第一件拍品，明代的观星罗盘，底价1000大洋。师傅，这些朱砂和罗盘虽然有些年代，但还配不上师傅。师傅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让人去搜集更好的。这是给你练手用的，你天赋不错，值得。那伙东瀛人好像志不在此，那他们要空手而归了。传闻金蚕世间仅一只，而且千年一退，这一退比之万年人参还要罕见。上面竟有若有四维的龙气，若能吸纳，延年益寿不是梦。金蚕一退的价值太大，只能给大家先展示一眼。我们先放回藏宝库。现在开始拍卖，底价10万大洋，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万。现在开始竞价。12万，15万，我出18万，30万。点天灯。袁氏点天灯，这意味着无论哪方出价，他们都会更高。看来袁氏对金蚕一退势在必得了。他们好大的口气！湘西楚家点天灯，竟然有人敢跟东瀛袁氏正面硬刚。楚家在整个湘西也是数1数2的大势力。总之，不让东阿人拍走就行。点天灯，对，点天灯，按规矩启动印资，请双方代表出示资产凭证。袁氏家族资产雄厚，总价值875万大洋。楚家大小姐所持有的楚家全部产业、湘西商帮股权及祖传珍宝，总价值1763万大洋。金蚕一退，归楚家所有。我有事要办，你先去办理拍品交接，拿到金蚕一户后，在大厅等我。师傅，你要去哪儿？要不要我跟你一起？不用，小事而已，去就回。尘归尘，土归土，
生人逆气，晚来聚集，逆气。拍不到东西，当上贼了。赶尸人，等我拿到金蚕一退，一定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金蚕一退是我的。我说你们东瀛人是不是都一个德行？买不起就喜欢背地里就搞着偷鸡摸狗的勾当。是你？你怎么跟过来的？凭我的感知，不可能有人可以躲过。白痴，找死！出来吧，淫鬼！在赶尸人面前玩控阴物，你是真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啊！诡变初起，阴魂不宁，灵符一震，定武身形。定！别挣扎了，没用的。该死的赶尸人，屡次坏我好事，我要你死！师傅，你没事吧？东瀛人，你竟然敢来偷金蚕一退，我就知道你这狗东西没安好心。东瀛人，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劫掠我拍卖城的宝库！来啊，给我抓起来！就凭你们也想抓我？无论死活，开枪！一个赶尸人就想坏我大计，简直是痴人说梦！这只是个开始。师傅，现在咱们该怎么办？看来我们得走一趟南疆了。师傅，今天是5月初5，五毒日，也是当地古尸的盛会，我们也算是赶巧了。师傅，你看这衣服，入乡随俗，我们也换上一套吧。花哨？才不花哨呢！师傅穿上肯定特别帅，快试试。我说的没错吧？帅呆了！我的天，这炼蛊也太危险了！赶尸跟炼蛊比起来，还算安全了。炼蛊可没赶尸危险。是吗？哈哈哈哈哈哈！敢问几位，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各位都是我南疆1等1的高手，圣女大人有件要事，需要各位鼎力相助。师傅，是谁？鬼鬼祟祟的，出来！嘘。小小姑娘，今天不是你接任圣女身份的大典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要找我娘。圣女大人正在处理要事，小小姑娘还是不要去惊扰了，快回去吧。你们骗人！我身上有娘的魂骨，她的魂骨变得非常虚弱，明明就快死了。我要去见她。无名，这到底怎么回事？圣女大人怎么了？不能让他们离开。东瀛人，无名，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请你们去帮圣女一个大忙了。勾结东瀛人，你这个叛徒！你们把我娘怎么了？想见你娘吗？可以，跟我走，我带你去见她。动手！
把他们都拿下！师傅，我们怎么办？当然是动手了。你是什么人？赶尸人。湘西的赶尸人，来我们南疆做什么？滚开！不如这样，你先滚一个，让我开开眼。你自己找死！动手！全部抓起来！客从远方来，主不在，我代劳。起！这不是普通的尸体，我们力量悬殊，撤！无名，你的依仗都跑了，还不快老实交代！各位饶命，我也是被逼的，求求各位放过我吧！说，是谁指使你带走我们的？到底要做什么？是一个东瀛术士，叫袁次竹，他许诺我，只要把你们带过去，就让我坐上古族大祭司的位置。至于要你们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也是一时迷了心窍啊！又是东瀛元氏，这帮家伙还真是阴魂不散，在哪儿都能碰见。我娘呢？圣女大人被袁次竹抓走了，他要夺圣女大人的金蚕骨，荒谬！金蚕骨只有圣女一脉才能炼化，外人强求只有死路一条。他们东瀛人凭什么？因为袁次竹和圣女的姐姐乌离做了交易，乌离偷袭了大祭司，和东瀛人联手害死大祭司，拿到了金蚕遗退。他们设下圈套引圣女过去，事成之后让乌离当圣女，愚蠢！他以为东瀛人是什么好东西，竟敢引狼入室，插手我南疆古族之事。可是那个袁次竹的手段真的太诡异了，连圣女大人都不是对手。我要去救我娘。小姑娘别冲动，我们得从长计议。有这从长计议的时间，不如早点去叫人。晚了恐怕连骨头都不剩了。对，走，快回寨子集结人手。你们快去吧，我帮你们看着他。放心，有我师父在，出不了事。你们可以帮我救出我娘吗？我没说。算了，我自己去。等下，师父，你听我说，难道你不觉得这种英雄救美、舍我其谁的英雄行径非常有品位吗？有点，但不多，但也足够出手了。师父帅呆了！行了，指南针，看你的了。我不叫指南针，我叫吴小小。那边。这阵法竟然能隔绝感应，连金蚕骨都陷入沉眠了。妹妹，这阴阳附魂阵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你全身都被封住了，别白费力气。姐姐，我们可是双生姐妹，你竟然勾结东瀛人来害我！双生姐妹，就因为你运气好被金蚕骨选中，整个古族就把你捧在手心里，凭什么？论古术，我哪点不如你？从小到大，什么好东西都是你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金蚕骨的存在关系到九州的未来。别跟我扯什么未来，我只要圣女的位置。可惜呀，你马上就要死了，没机会看到我继任的时刻了。乌离，
你脑子被蛊虫吃了吗？东瀛人阴险毒辣，他们不过是利用你拿到金蚕蛊，你以为事后他们会放过你吗？少废话，只要金蚕蛊在我手里，谁也奈何不了我。时间快到了，古族圣女，再过一盏茶，你的金蚕蛊就要换主人了。你个龟儿子养的小王八，想要金蚕蛊，做你的春秋白日大梦去吧！八嘎！大人，南疆圣女的女儿乌小小带人追来了。小小，她怎么来了？真是母女情深。妹妹，你当初亲手给她种下的刘宗蛊，现在成了带她进地狱的引梦灯。乌离，我求求你带小小走。你想要圣女之位，现在就是你的，我保证不再争。现在求我，晚了。我会让你们母女在地下团聚的。你还是不是人？小小是你亲人。乌小小人呢？怎么没直接抓来，也好让我那外甥女亲自给他娘收尸啊？有一个赶尸人阻拦，手段有些古怪，我们没硬拼。又是赶尸人。之前拍卖会上搅黄了智清军事情的人也是赶尸人。迟则生变，立刻开始祭阵。出来！哈哈哈哈！拿到了，这就是金蚕蛊。有人过来了，去炼化金蚕蛊要紧，先让赶尸人再活几天。走。看来我们来晚了一步，这帮东瀛畜生下手也太狠了。娘，你睁开眼看看小小啊，娘！小小，别这样。这种树，就是2000年前术士虚浮的痕迹。袁氏，看来他们这一脉的根源，真是从虚浮传下来的。金蚕蛊，开启九州龙脉的信物之一，看来是命中注定了。行了，别嚎了，还没死。真的吗？我娘真的没死？能救。陈州服秘中有一种阴阳转灵师的赶尸术，可以一试。跪就不必了，想救命就听好了。7天之内，我要怒晴鸡、吊山菌、七色鹿这3种至阳生灵的血。我记住了。还有吗？还有，任何沾染过龙气的东西，不管是什么，越多越好。师傅，他现在这副样子，跟我父兄当初的死状很像，也是那种活人养尸术吗？外行看热闹，你父兄那是被人灌了尸气来炼活，他不同，他从小与金蚕蛊同命相连，金蚕没找到下一具宿主，生机不灭，时间还够。大哥哥，这是我能找到的所有东西了。只有血。我找遍了整个南疆，所有的人都说，但凡带点龙气的东西，几天前全被一群穿和服的家伙收走了，一件都没剩。几天前？
看来那帮东瀛人动作挺快，看来他们了解过掌控九州龙脉信物的办法。小小，救你娘需要3天，这3天你去找乌烈，和他去查查那群东瀛人最近的动静，并早做准备。好，我这就去。楚楚，你去办件事。我这就去办。沉沙点窍，灵符显灵，阴转为阳，死刺化金，3魂守舍，七魄安宁，尸身不腐，生机长盈。起！我也是上任圣女一脉，血脉纯正。直接炼化金蚕骨就行了，为什么非得搜集这些龙气之物？你只需要按我说的做。事成之后，金蚕骨归你，南疆圣女的位置也归你。至于其他的，不该问的别问。行，只要能把乌妹那个贱人踩在脚下，做什么都行。乌妹，不松手啊！这气息好霸道。这小玩意儿，还真跟南疆其他蛊虫不一样。那些毒虫只知道吸取怨气、毒气，它竟然喜欢龙气。因为它可是开启九州龙脉的信物之一。什么？事到如今，让你知道也无妨。你们南疆圣女一脉，本是当年秦皇麾下九龙卫的后人。世世代代守在这深山老林，就为了守住这只金蚕。这种秘思，只有历代掌握金蚕骨的圣女才有资格知道。原来金蚕骨还隐藏着这种秘密。你会这么好心，把这种惊天秘密告诉我？我们对自己人向来是很信任的。现在龙气吸得差不多了。该开始最后的炼化。不对劲，我的身体动不了了。原子竹，你对我做了什么？放轻松，只有完全听话的狗才是好狗。傀儡树，你个杂种，放开我！现在才反抗，晚了。妹妹，姐姐终究对不起你。哈哈哈哈！成了。接下来就用这位新圣女去掌控所有的南疆蛊师，为我大东隅入主崇州铺开第一条血路。天道清明，地道安宁，血化生机，魂归本境。醒来！阿娘，你终于醒了。小小，阿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对了，阿娘，是这位大哥哥救了你，还有楚楚姐姐，他们是好人。吾妹多谢阿郎的救命之恩。谢就不必了。你多久？阿娘，你睡7天了。7天。糟了，我得去找原子竹。金蚕蛊落在他手里，那是灭顶之灾。消停点吧，
命是捡回来了，但你现在的身子比纸还薄，拿什么去拼？阿朗有所不知，金蚕蛊……我知道。你知道？信物虽然重要，但凡事也要量力而行。难道你也是？可是金蚕蛊若被那东瀛人用邪术炼化，到时候别说南疆，整个九州都要遭劫。哈哈哈哈哈！你们倒是看得透彻，可惜已经太晚了。哈哈哈哈哈！乌离，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别喊了，他已经没有人的意识了。那是东瀛傀儡术，没救了。赶尸人，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不过，在伟大的阴阳术面前，你们都只是祭品。新圣女，就让这几位客人看看，什么叫万古失心吧。乌妹，好好看看你这些族人，他们这些肮脏卑贱的奴隶，能有幸成为我大东夷的先锋队，也算是物尽其用。围起来！我要去宰了那个畜生！阿娘，不要去，你没有金蚕蛊了。你打不过他们的。阿朗，我自知此去凶多吉少，只能拖住片刻。求你帮我带小小离开。抱歉，我可不负责带孩子。楚楚姑娘，哭哭啼啼做什么？又不是打不过。不行，元次主已经掌控了金蚕蛊，又控制了这么多蛊师，你一个人。在赶尸人面前论对尸身的控制，我是他祖宗。好，我虽没了金蚕蛊，但对蛊的掌控，整个南疆无人能及。我留下帮你。楚楚姑娘，小小就拜托你了。你们放心。赶尸人，你屡次三番坏我们大计。如今我看你往哪里跑？谁说我要跑？我正等着你。元次主，你害我南疆蛊师，我今天一定要扒了你的皮！哈哈哈哈！就凭你们两个，九龙卫后人又怎么样？我又不是没杀过。什么？还有其他人也遭你们毒手了？别急，你们很快就能去地下和他们团聚了。阿朗，找机会能走就走。你不会以为你们两个能走得出去吧？你不会以为我们只有2个人吧？你不会以为你们2个就能走得出去吧？你不会以为我们真的只有2个人吧？来的这么多纸人？身为一个赶尸人，带点纸人在身边很正常吧？这么多，你怎么办到的？花钱。就这点纸糊的东西，能行吗？这元次主控制的可是实打实的蛊师，身体强度比一般人强大太多了。时间紧了点，不然规模还能再多点。这制作的也太粗糙了，胳膊腿都不齐。凑合用用。哈哈哈哈！
我当是什么压箱底的宝贝，原来是一群纸糊的破烂。赶尸人，你被吓疯了吗？试过才知道。给我杀，一个不留！借你点蛊用用。1点青龙木，2点白虎光，3点朱雀明，4点玄武枪。生人成灵命，化形作金刚，听无驱策，斩妖除分，生灵点睛。敕令。废纸竟然破了我的傀儡军团，这毁了我的心血，毁了帝国的大计！我要你们死！你们毁了我精心布置的心血，毁了帝国的大计！我要你们死！原自主，我要为了南疆死去的同胞，拿你的狗命来祭奠！来啊！杀了你姐姐，毁了金蚕谷，到时候你们就是整个九州的罪人！跟我打，还敢分神控制傀儡？对我做了什么？之前让袁金清那小子跑了，我这人不喜欢同样的错误犯2次。这几枚锁关钉可锁3魂7魄，别挣扎了。小心！你们打败我又怎么样？大局已定，我东瀛的脚步终将踏平九州！啊！呸！死得太便宜了。物归原主。如今东瀛的阴阳术士对九州龙脉虎视眈眈，我实力未恢复，这东西暂时护不住。你先收着吧，放我这儿，只会引来更多狼崽子。也罢，我暂时替你保管。圣女，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乌烈，你来的正好，这件事情太复杂，我后面跟你们解释。先帮忙把这些族人们都好好安葬了吧。好，都来帮忙。我还得去找小小，就先走了。畜生，是他们的人，他们趁乱抓走了楚楚和小小。信上还说了什么？什么都没说。能追踪吗？我在小小身上中过流宗蛊，可以追踪。往北。这方向不对劲。怎么了？流宗蛊指引的方向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只是这方向是往向家村的路。你的老家？那是我们这一脉的落脚地，赶尸驿站就在村口。他们抓了楚楚和小小，不去东营据点，反而往我村子钻。我之前的伤还没恢复利索，这10天连轴转，我的脚程已经慢了，只会拖累你的时间。如果你担心家里出事，你先走，我跟着流宗蛊随后到。
这是子母流宗骨，你吃下一只，我能凭借另外一只找到你。你一个人能行吗？放心吧，本圣女还没到任人宰割的地步。快去！要是你家人有个3长2短，你后悔都来不及。自己小心。楚楚姑娘，还有南疆的小娃娃，这群东瀛人对南疆的龙脉禁锢也出手了。老先生，能在这种地方守着一堆死人这么多年，这份定力佩服。少废话，你们来我这儿想要什么？我们要的东西很简单，交出信物太娥剑。太娥剑，看来你们背后的人对我九州龙脉的信物真是了如指掌啊！知道就好，交出来，我放你们一条生路。可惜，你们的算盘落空了。自初代祖师爷起，此剑便已遗失。这驿站里除了棺材，什么都没有。向老先生，看来你跟尸体打交道久了，开始讲鬼话了。信不信由你。既然你不肯配合，那我就自己找。反正搜遍整个村子也费不了多少功夫。传令，整个村子的人一个不留。老头儿，你个老江湖，千万别在阴沟里翻船。爷爷。一定会没事的。不会的。爷爷，爷爷，你醒醒！我再也不坏规矩了。你起来啊！臭小子，你给我站住！我让你给村里三叔公扎纸人，谁让你扎美人的？老头儿，美人如骷髅，跟其他纸人一样，三叔公会喜欢的。南星，你今天成年，爷爷也没什么好东西给你的。这是爷爷攒了半辈子的聘礼钱，你要是遇上喜欢的姑娘家，就大胆追求，咱不差钱。我一个人逍遥自在多好，无忧无虑，不劫。那怎么行？我要死了！你自己一个人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老头儿，你要死了，我能给你收尸就行，我的身后事不用你当心。知府铁额魂不逃，一步一摇回古道，落叶归根入荒郊。人死不能复生，我懂你的痛苦。这种仇，唯有将那些该死的东瀛人杀光，才能雪恨。这是我在村口赶尸驿站断墙上发现的，上面有东瀛袁氏的家纹。信上说，要救楚楚和小小，就在中元节之前。带着金蚕骨和太亚剑这2件信物，去长城跟他们做交易。
是叹息。如今正逢乱世，东瀛人想要夺我九州龙脉，意图明显。真要让他们夺走了，到时候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多少村子会随之支离破碎？如果你是九龙卫后人，就振作起来。小小，袁志清，你这个畜生，连孩子都不放过！哼哼，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东西带来了吗？东西在这儿，放了他们！一件信物只能换一个人，是你女儿，还是这位楚家的大小姐？你选一个吧。无耻！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楚楚，对不起。我坏小小。聪明的选择，把东西扔过来。哈哈哈！刺竹君怎么也没想到，他办不成的事，最后还是我替他完成了。五行蛊，吐蛊术，现！五行蛊，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知青君，要杀了他们吗？没必要了。金蚕蛊到手，他们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别逼急了女人，女人急了会跟你同归于尽。别耽误了大人的时间，走。如今山河动荡，外有强敌虎视眈眈，我们就算是摸黑过河，也得探出一条路来。先生，门外有一女子自称是湘西楚家的大小姐，要求见您。湘西楚家？这些年，楚家的向老爷子一直在暗中资助我们，是我们的老恩人。快请人进来！楚楚小姐，如今山河破碎，到处都是乱贼和山匪，你怎么孤身一人前来？实在太危险了。劳洪先生挂心，如今我也有些自保的本事，等闲的小盲贼近不了我的身。楚小姐孤身来这儿，向老先生知道吗？爷爷他老人家已经去了。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已有2月了。节哀。洪先生，楚楚此番冒昧造访，并非为了叙旧，而是有天大的要事相求。都下去，方圆100步，不准任何人靠近。有一件事，事关九州龙脉，
更关乎九州的未来。请讲。九州藏有龙脉，是忽悠我九州绵延万载的根本。如今东瀛阴阳师意图染指龙脉，一旦被他们炼化，楚小姐，龙脉之说太过虚无缥缈，这种时候开这种玩笑，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楚小姐，这种玄之又玄的事情，你又是如何得知的？我以拜师赶师一脉，得知了九龙卫守护九州龙脉的事情。天圆地方，律令9章，一切妖邪不得干犯，急如律令。龙脉若失，九州危亡。我绝不会拿九州的未来开玩笑。楚小姐，既然你这么急着找我们，是不是那些人要动手了？大概就在7月中旬，中元节。地点呢？长城内外都有可能。山河飘零，内忧外患，多事之秋啊！楚小姐，你放心，我们会全力以赴的。感谢洪先生，我还得去找个人，就先走了。我让2个人陪你去吧。不必了。赶尸人，楚小姐选择了自己的未来，可九州的未来是什么呢？爷爷，也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机会能给你烧纸钱了。这些天给你烧的纸，应该够用了吧？相爷爷，您老人家在天上好好的，我会帮您照顾好师傅的。我没有资格当你的师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不怪师傅没来救我。我只希望师傅能找回当初那个洒脱自在、不受拘束的自己。你的灵魂是自由的，躯体不该被任何事情圈禁。铜铃摇，月黑高，指符贴额魂不逃。一步一摇回故道，落叶归根入荒郊。尘沙震破，符咒护妖，莫惊莫扰，魂归故巢。东瀛元氏，不管你幕后是谁，杀我至亲，屠我村子，害我徒儿，这笔账我一定要跟你们清算。师傅，你去哪儿？带你去杀人。师傅，我们来龙虎山做什么？这里看起来好破败。东瀛那帮杂碎背后的主使，是个活了很久很久的老怪物。要对付他，得找到九龙卫的同脉传人，借一份力。湘西赶尸一脉向南星，来访天师。请回吧，天师早有法旨，天下大乱，我龙虎山弟子当尽数下山，匡扶济世。如今观中，
除我之外，已不留一人。明白了，告辞。法师，东瀛阴阳师欲夺我九州龙脉，九龙卫赶尸一脉传人向南星，来请法师共御外敌。阿弥陀佛，出家人不问红尘纷争，九龙卫的旧事早已是过眼云烟，与我佛门再无瓜葛。施主，请回吧。法师连守护龙脉的信物舍利子都能不管不顾，看来这满堂香火，终究比龙气更重要啊！师傅，龙虎山没人，藏地又不肯出手，九龙卫分散各地，我们根本没时间一个个去找了。东瀛人不会等我们的。没有他们，我们照样能守住九州。阿爹，为什么今天要把灯放到天上去啊？因为今天是中元节，也就是老人们常说的鬼节。鬼节？那是不是有鬼啊？我害怕。不怕，傻孩子。我们点的这些灯，是给那些为了保家卫国，死在外面回不了家的孤魂野鬼，照亮回家的路。那他们好可怜啊！给，你可以把想对他们说的话写在灯上，等会儿点了火，放到天上去，他们就能看到了。大人，2000年了，九州易主数百次，如今也要轮到我做做了。2000年了。哪怕当年惊艳如秦皇，横扫六合八荒，如今不也化作一抔黄土，被掩埋在这九州之下？若不是我寻到了那假死长生的禁术，以自封的代价换取生机衰减，恐怕也早就归于尘土。可这禁术终归有尽头之时，但如今，只要炼化这九州龙脉，我便能达成真正的长生不老。秦皇啊秦皇，你虽只活了短短几十载，可你留下的大一统皇朝那股冲天的龙气，却压得我整整2000年不敢踏足此地一步，只能远遁东瀛，暗中培植袁氏一脉阴阳术士。
哈哈哈哈哈！不愧是九州龙脉，如此浓郁的气运之力，仅仅是观望，就让我感觉年轻了100岁。徐福，果然是你在幕后捣鬼。怎么？你要阻我？吴妹，失去了你的金蚕骨，你连我们之中任何一人都打不过，还敢挑战大人，真是可笑。徐福，你杀我传人，夺我漠北图腾，今日还想染指九州龙脉，痴心妄想！东瀛数辈，敢在九州大地放肆！多来一个，也只不过是多一具尸体罢了。如果再加上我们呢？还是没能走出来吗？徐福，你苦心培植的这些走狗，似乎不太经打。退下吧，确实是丢人现眼。毕竟东瀛没有九州龙脉此等逆天气运，诞生不出那么多的人杰。九龙卫的传人都差不多到齐了，不过那又如何？就算是当年的初代九龙卫复生，在我面前也得低头。更何况你们这些连信物都没有的赝品。徐夫，尔等宵小，也配妄议老祖宗？罢了，与你们多说无益。杀了你们，就让九龙卫的传承彻底断在你们这一代吧。试试。怎么可能？他在调动整条龙脉的力量，我们力量太过悬殊了。力量悬殊又怎样？难道坐以待毙吗？诸位，祖宗基业在此，拼了！一群苍蝇，我没工夫跟你们在这里耗着。龙脉，给我起！长城镇压的九州龙脉被抽离了。炼化了这龙脉，我便是此方天地的主宰。难道九州龙脉的气运真的要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了吗？哈哈哈哈哈！九州龙脉是我的了，从今往后，我徐福便是这九州之主。徐福，你活了2000年，都快成老王八了，还想着权掌天下呢？向南星，小友，道友。哼，我当是谁，
原来是赶尸一脉的传人，一个连信物都弄丢的废物，也配站在我面前？滚！有点意思，你倒是跟这群废物不太一样，不过也到此为止了。小心，那是龙脉之力，不可硬耗。活物我能赶，死尸我也能赶，龙脉我倒是第一次想试试。不怕死的大可试试。太娥剑，赶尸一脉的龙脉信物，你们竟然是用万年雷击木做成剑鞘，难怪我推演不出太娥剑的位置。不过，区一件始皇佩剑而已，也敢妄图控制九州龙脉，让秦皇来试试。宁飞仙子即可向上网威降太和人。他能成功吗？赶尸一脉专赶世间生灵，龙脉有灵，或许真的可以一试。可徐福毕竟是活了2000年的老怪物。各位道友，我们来助他一臂之力。那几枚信物曾与我们相伴多年，或许可以影响一二，不让徐福掌控太得心应手。的福建福回城洞场北，嗡嘛呢呗美吽。龙血封，脉气定，生灵安，无令行。怎么可能？老王八还挺能扛。庶子，2000年的谋划，岂是你能撼动的？给我过来！小友，撑住啊！师傅，你没事吧？死不了。龙脉这是要散了吗？赶尸人，你的天赋我平生仅见。我谋划2000年，算尽天机，却没想到后世之中竟然还能出现你这种妖孽。我有惜才之心，你若愿意归顺于我，我可以给你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财富、美人，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你个老王八，我师傅有我，财富美人都不缺，你想要说服我师傅，做梦！罢了，历史长河中从不乏你这样的妖孽，但最后还不是尘归尘，土归土。而今我谋划2000年，又岂能因为你一个赶尸人的出现而停下脚步？既然炼化不了这9州龙脉，那就让它成为我百鬼的养料吧。中元节的阴时到了，出来吧，孩儿们！百鬼夜行！哈哈哈哈！既然得不到，那就毁掉吧！毁了信物，以9州气运为食，以万里山河为宴，尽情享受吧！百鬼夜行，开！畜生，儿敢护住龙脉！好强大！哈哈哈哈哈哈！你们真当我这2000年是白活的吗？这百鬼都是我2000年来精挑细选的强大生灵，如今吞噬龙脉气运，实力暴涨10倍，可抵100万军。
江南星，你没必要去面对一个根本赢不了的敌人。那百鬼的实力恐怖至极，非凡人可以撼动，你上去会死的。根本赢不了，我听不懂。师父，不要！楚楚，看好了，为师最后教你一招赶尸一脉的禁术。师父，不要，我不学，求求你不要！看好了，这一招会很帅。区区赶尸人也敢挡百鬼夜行，螳臂当车，不自量力。魑魅宵小，也敢犯我九州大地？那是赶尸一脉的燃界符。燃界符是什么？是一种禁符，可借信物打破生灵与阴灵的界限，可用后必遭天谴。始皇在上，后辈赶尸人向南星，请借大秦降魂，再次守护九州。允？不可能，这绝不可能！秦皇已经死了2000年了，怎么可能还能残存？赶尸人，你在装神弄鬼！曾经为守护九州而战的大秦将士，请再次庇护这方天下。醒来！阴兵过境，这是逆天之举啊！我还当是什么逆天神通，不过是一群连神智都没有的孤魂野鬼。赶尸人，就算你能驱赶阴兵，也挡不住我这吞噬龙脉气运的百鬼。哈哈哈哈哈哈！什么秦皇威严，在我们东瀛百鬼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赶尸人，你的死期到了！师父，千万不要出事！虚浮！你以为九州只有我们在守护吗？你想吞九州龙脉，先问问这天下万民答不答应？陈州符令破幽冥，吴瑶统领召阴兵，千灯点额魂归体，愿力通关节自灵。生为忠良，死为勇，今随无令复征程。千山万水皆无阻，一路清风到故体。这是什么东西？阴兵过境，直戈披甲，金甲神兵术。尔等窃贼，吃进去的
都给我连本带利还出来！做到了，他在屠杀百鬼。如此惨烈的战场，虽不伤人命，却伤天和。只怕结束后要惹劫上身呐。为什么？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坏我千年大计？你这样动用阴灵，就不怕乱了因果遭天谴吗？若能护住九州，什么因果天谴，皆尽加我身。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庶子！你话太多了，上路吧。天不亡我，你的天谴就要来了！哈哈哈哈哈哈！走！我们走。徐福这老怪物已是油尽灯枯，此时不杀，等他缓过气来，九州又是一场浩劫。妖姬说的对，斩草除根，绝不能让他活着回东瀛。慢着，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活了2000年，虽然身躯已经油尽灯枯，但一身术的本领还在。你们谁能打得过？师傅，师傅，你别吓我！看来真被徐福说中了。这是夺天地造化的天谴。向南星，你动了禁术，这次的因果太重了。什么天谴？师傅是为了救大家，守护九州，老天爷凭什么罚他？天地不仁，看着云氏，最多半月，天罚便会锁定他的神魂。到那时，方圆几里寸草不生。这里风景不错，我喜欢。求求各位，救救我师傅！道有大恩，我等无以为报，但这天劫非人力所能干预啊！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行，你们没辙，我去找。天下这么大，我不信就没个躲雨的地方。楚楚，别费劲了。师傅，你还没把我交出师，不准死！楚楚，师傅的禁术厉害吗？帅不帅？是，你最厉害了，你是天下最帅的。要是真被雷劈了，记得把我的骨灰撒进江河，到时候山河辽阔，哪里我都能去看看。你想得美！我一定找个最牢固的盒子把你塞进去，雷劈不着，风刮不着。
师傅，你给我撑住了。你是最讲究品味的，被雷给劈死，太难看了。大人，再往前就是禁区了，侵蚀力量倍增，您的身体……该死的赶尸人！等我恢复生机，定要踏平九州！等等！天不亡我，天不亡我虚服啊！此地龙脉回旋，竟然藏着传说中的长生种。长生种，那是什么？那可是尸解成仙的无上宝地。一旦蜕变成尸解仙，别说九州了，此方天地都要称我做主。动作快，按我说的方位刻下上古秘术。诸位，楚楚小姐，这位是……他这是怎么了？洪先生，这是我师父向南溪，他为了护住九州龙脉，强行施展了禁术，如今天谴将至，命不久矣。我知道你们的人遍布九州各地，求求你们帮我找找，有没有能抵抗天劫的神物，救救他。向先生为九州舍生忘死，我等绝不能坐视不管。我即刻联络九州所有同道，全天下搜寻天下奇珍，哪怕是把这九州大地翻个底朝天，也一定要找到救向先生的办法。是。五妹，你怎么来了？楚楚，这是我的本命骨，有修复生机之力，希望能对你师父有点帮助吧。谢谢，不用客气。他救了我，可我却救不了他，只能略尽微薄之力。大家不必太过悲观，天谴难违，这是我的命数，无需为了我浪费这些心力。向先生这话说的不对，我们需要拥有去面对万难的决心和毅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对，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要尽100分的努力。二位义士说的对。有绝世凶师要出世了，大限将近，正好可以在最后关头平了这场动乱，也算不枉此生。
师傅，师傅，你在哪儿？走了？怎么会？楚楚姑娘，你这是怎么了？五妹，我师傅他走了，他一个人走了。什么？楚楚，你别急，我曾经在他身上种下了流宗蛊，可以找到他的大致方向。子母流宗蛊，我能感应到，他往北方去了。你能不能带我去找他？老王八还真是不死心，竟想借着长生种师姐成仙。赶尸人，又是你！坏我师姐根基，让我师姐不彻底，落个半人半尸的模样！我要你碎尸万段！赶尸人，你屡次坏我大计，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请提出律令！你我本无死仇，何必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你孤身前来，就算今天死在这里，也无人为你收尸，更无人会记得你的功绩。我从不在乎，是吗？那你看看你的头顶，紫雷云聚，你越是动用禁术，离你的死期就越近。天法可不管你在不在乎。我本来也活不了多久了，死前能拉着你这么个老王八垫背，倒也不亏。罢了，这长生种我让给你，助你在此师姐成仙，避开天谴，岂不比斗个你死我活要好得多？让我变成你这个鬼样子，那还是毁灭吧。你疯了！你竟然敢主动引天罚降世，你真不怕死吗？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要你死。雷霆是湿气克星，要是沾染上，赶尸人没死，我就先死了。疯子，你这个疯子，放开我！啊！我不明白，你为何会如此决绝赴死？我有自己要守护的，你不会明白的。
师傅，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楚楚，人固有一死，我今日战天罚而死，也算是不枉我入人间走这一趟。来！风上飞越去踏破山河是跌浪，一心并肩不跌倒，看永夜的尽头，杀世人天光。莫非要添了轻狂？风上微月阑珊难挽，血月魂上，一夕逝去对不忘，人依然值得，或日月晚霞，待到蓦然回首还无恙。师傅！师傅，你在哪儿？你别不要我！徒儿，还不正式拜师？徒儿，世俗规矩都是枷锁，随心而为，方得自在。看好了，这一招会很帅。骗子！你这个大骗子！我才不信！你是赶尸人，我也是，我一定能把你找回来。铜铃响，阴魂降，随无令，归师堂。我不信，一定是这种招魂咒不行。再来，黄泉路，莫徘徊，无知符，引魂来。月黑风日夜正常，铜铃三响召魂芒，黄泉野路休飘荡，故土亲缘莫相忘。一点朱砂开幽沼，一张黄符引灵光。孤魂速速归海上，随我还乡入坟堂。天地无极，乾坤皆法，三魂归来，击破反山。向南南行，我就定会回来，你轻轻嘴来了。楚楚，别这样了，没用的。你别管我，师傅他不会死的，我一定能把他找回来。你清醒一点，他的魂魄不是被聚走，是被天罚打散了。你这点道行，怎么可能把他们全部召回来？我知道你难过，可人死不能复生，节哀吧，让他安息。师父是为守护九州而死，我不能让他做了孤魂野鬼。招不回来，那我就去找。找？九州这么大，你上哪儿找？那就踏遍九州的每一寸土地，走完他走过的每一条路。就算要花一辈子，我也要把师父的残魂一片一片找回来，带他魂归故土。疯子，真是一个赛一个的疯子。
师父，我一定会找到你。诸位，这6年来，楚楚走遍九州，总算寻回了向先生的些许残魂。只是，这残魂太过微弱，随时都有可能溃散。这次聚集大家，也是想要寻找一个解决之法。魂魄离散，已是油尽灯枯之象。一定会有办法的。办法倒也不是没有。想要聚魂重生，可以借九州龙脉气运温养，再辅以天下万民的香火祭拜，二者相融，方有可能凝聚真魂，重塑魂魄，引其归位。可即便如此，也仅仅是重塑魂魄。向道友肉身已毁，世间又无他的血脉留存，终究是回天法术。我有血脉，我有。师父曾经割血融入我的体内，救过我的命。我的血里有他的血，只要有1/1000的可能，哪怕把我的血都抽干，我也要为师父凝聚一滴血脉出来。胡闹！龙脉气运乃九州根基，维系着天下苍生，一旦借用，恐引天地动荡，百姓遭殃。你为救一人，要置天下于不顾吗？就是，当年徐福那老贼费尽心机就是炼化龙脉，如今我们若主动用它，与那东瀛贼人又有何异？可向道友，上有是为守护九州才身死道消，我等岂能眼看他魂飞魄散，见死不救？一码归一码，向先生的功绩我们没忘，但绝不能因此动摇九州根基。我只要师父平安，我们只借用一丝气运，绝不动九州根基。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帮帮我！够了，此事绝无可能。你要是胡闹，我们也只好出手了。你们凭什么？当初若不是我师父硬扛天谴降临，不惜动用禁术击退徐福，你们以为这九州还能安稳到今日吗？你们现在占的这片土地，早就被东瀛百鬼踏平了。放肆！你这是在强词夺理！向先生为九州牺牲，我等铭记于心，但这绝不是你拿九州安危来冒险的理由。阿弥陀佛，楚施主，莫要因一己之私铸成大错，回头是岸。说得好听，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当初是谁拼死了徐福那个千年老王八？现在人没了，你们倒是一个个都成了圣人。诸位，还请三思。向道友服大厦于江青，我等若是见死不救，与那忘恩负义之徒何异？道长，你糊涂了，此事没得商量。既然你们不肯帮忙，我便自己来取。你敢？快住手！摄魂铃震！万古术！无量天尊！谁也别想伤我师父！你们别逼我，我不想动用禁术
伤害你们任何人。我再说最后一遍，别逼我！哼，禁术！黄毛丫头，你以为你是你师傅吗？还真让你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别跟他废话了，他已是强弩之末，拿下他，免得他毁了这九州龙脉的根基。楚楚小心，万古术！师父，对不起了。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妖法。不，这不是妖法，度崛起一样。阿弥陀佛，是我们狭隘了。向施主的盖世义举早已传遍九州，感动万民。唉，如此庞大的香火之力，非九州万民齐心不可诞生。如今，连这九州龙脉都为之动容，主动相助，向道友守护的人，如今来守护他了。我们不该固守成规，险些铸成大错。我等愿倾尽全力助楚姑娘，不，助向英雄凝聚真魂。我等愿倾尽全力助向英雄凝聚真魂。我等墨守成规，险些铸成大错。向先生为九州而亡，我等岂能坐视其魂飞魄散？圣者所言极是，今日我等便摒弃前嫌，以自身修为助朋友一臂之力。师父，我的体内有你的血脉，哪怕是死，我也要换你回来。师父，师父，快回来了！
你终于要回来了！万幸万幸，向道友终于能重塑金身，魂归人间。我等耗尽修为，总算不负向先生当年守护九州之恩。从今往后，九龙卫定与向先生同心，共守山河。楚楚，你守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梦，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楚楚，人各有命，你强行帮我聚魂，最终也会遭天罚的。我不在乎，我只要你回来。楚楚，你听我说，我以残魂借龙脉气运，得万民香火，或可凝聚真魂。可九州龙脉是山河根基，一旦扰乱，便是山河破碎，外敌倾踏，万民无安稳，九州无安宁。我不管什么龙脉，我只要你。你为九州死过一次了，这一次该为自己活一次啊！傻丫头，不必执着于此。我身在，可护九州危亡；我身亡，亦将照耀日月山河。向先生心境之高，我等自愧不如。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九州的太平，从不是靠一人守护，而是靠万万人同心。师父，你干什么？这是救你性命的龙脉气运，不能剥离啊！向道友，万万不可！金身将成，岂能半途而复？万民香火与龙脉气运已聚，你若停下，之前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再见了，各位。光阴流转，九州国泰民安，楚楚一生未嫁，走遍九州传承赶尸术，守护向南星换来的太平。好了，你师公的故事讲完了。师父，师公原来这么厉害啊！我以后也要成为师公那样厉害的赶尸人。那你要勤加练习赶尸术，将我们这一脉传承下去。师父，那我去练习了。师父，九州太平了，百姓都安居乐业了，你这一脉会有人替你传承下去的。师父，你看，这就是你拼了命守护的九州，真好。师父，我守了一辈子，守了你用命换来的太平，也守了你的传说。现在山河无恙，百姓安康，我终于可以歇一歇了。师父，你来接我了。赶尸人的守护从未落幕，英雄的精神永远长存。万里河山锦绣如画，烟火人间岁岁安康。